你上一次请假是什么时候呢？今年9月血尿，然后请了1个礼拜。今天请假。啊，你今天用什么理由请假？家里有事啊，他是我的家友。我没请过假。根据知名履历网站统计，台湾上班族的基本有薪假为17天，第1名的伊朗全年有53日的有薪假。也许你会觉得伊朗离我们凶啊，但是邻近一点的日本1年有26天，好羡慕，好想要的死。南韩更有30天。欧巴，带我出去玩吧。如果可以新增假期，你会想要什么假期呢10连假，反正来这里生意也不会好，因为我脸就很晒。爆痘假，就痘痘突然长很多的时候不想来上班。跨年假，就是可能31号那一天是平日的话，要去跨年就跨年那一天一定要休息，是不是？天气太好假，就是你今天天气很好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有权利选择放假，因为你在台北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个大太阳，就觉得很难得，想出去玩。本次哈哈台带你一起来看看台湾人请假的艺术纠结。首先，刚才那位因为血尿请假1周的女子要来细说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时间上厕所，因为暑假的时候太多客人了。这是算是服饰业的职业伤害吗？我们生意没那么好，好像。你发现自己血尿的时候，你有怎样吗？你就觉得自己像一个老人，就走路走一走会尿失禁这样。哦，对，真的假的？他有跟我讲。血尿的时候，你就觉得下面卡了一个别针在那边，然后就有一个东西一直会刺你的。你会不会忍不住想说，都是因为这个工作环境太忙，害你不能上厕所？这个就是薪水的狗吧。一旁的友人曾经创业当过老板，卖过衣服，还有开咖啡厅。之前的当老板经验蛮多的哎，都倒了。我的个性好像不能当老板，为什么？哇，太 free 了。比如说服饰店，大家东区都是1点开、2点，我有时候5点开。5点会不会太晚了？我就睡起来再去，我觉得我这样不行了。有请过员工吗？有请过工读生，我是对员工很好，你要请就请，业绩做不好也没关系，就会倒。然后找到了。身为服务业，遇过的奇怪客人当然不少。有一个客人要结账前跟我说：“妹妹，你总统要投谁？投我就不跟你买了。要投，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没有小孩。”他会残害台湾的小孩，很过分哎！假的。对，但我还是结了他那张单。他走了以后，咱们动散。除了服饰业忙碌，餐饮业也是不遑多让。最近是请假是什么时候？我还没请过假。你说出社会到现在吗？没有啦，就是这一份工作。有一次是因为我出车祸，真的没有办法上班，我才请假，因为我很怕他们隔天来，他们靠背我说请假，隔天忙到靠。你出车祸哎！我们上个礼拜才连续4天还5天，综合加起来时间不超过20个小时。那几天真的太疯了，真的是太疯了。这样算你还年轻的，但我觉得这样好像对身体不太好。我预估他应该蛮早挂的。真的假的？好歹是你朋友吧？对啊，所以我在良心告诉你，蛮早挂的。你猜我几岁？太高了吗？好伤心啊！21，我才19岁。才19岁。工作果然使人成长。但有个假期，他们也是很想放放看。台风假算吧？台风假本来就有啊，没有，有些产业不会放假。我宁可不要双薪，我就是不要出门。我不想出门。我刚刚的出门，然后湿湿的上班，有个恶心，然后这人就还不会太会有客人来吃，我到底为什么要去上班？我为什么不能在家？有一次台风天，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我家楼下已经快淹水，我可不可以请假？他说你这什么烂理由，只是下大雨而已，好吗？你们餐饮业的是会希望有周休3日的吗？说实在，对我们餐饮业根本没有差，也没有到特别不想要。但如果可以不要有的话，尽量不要有。假日的话，会很多人来，就会特别累。根据英国企业在2022年的实验，周休3日不只达到了一样的工作效能，还能够降低离职率。听起来是不是真美败啊？周3日很好，这样就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安排。你要出去玩什么的也比较弹性啊。但我觉得台湾不可能，台湾太多惯老板了。比如说加班没有加班费，就是算惯老板吧。法律有安排1年有几天假，但是公司就是不让你请啊。是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样的。我相信很多人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责任制，或是24小时 on call。那你觉得1个礼拜到底应该放几天假才合理？放7天。你们觉得周休要几日才够？4天。那
我觉得其实上班大家很多时间都在混，如果那些混的时间可以压缩到变成就是一个周休的话，那其实大家上班的时候反而效率会更好。所以你上班都在混吗？老板就是这个人。我觉得2天够了，2天就够了。啊，我要3天。对啊，很多人都说要3天呢。我算是职业妇女，还要兼顾家庭。那你怎么看呢？当然了，免费的越休越多天是不错，可是因为我还是比较倾向就是说企业要赚钱，才有办法养活这么多人，2天其实还行。该不会是老板娘？她是老板的老婆。难怪，原来是老板娘。像有些职业妇女的小孩很小，带小孩看医生，这个我都觉得 OK， 这可以体谅。可是你跟我讲说，我今天很累，然后不想来上班，然后只是请一个假，编一个理由，这个我不能接受。睡过头，然后就不来了，不能经常性啊。常态的话，当然我会觉得这个员工可能就比较不 OK。我们频道所有人每天都睡过头，然后每天都在请特休。说到请假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诀。有些人就是比较好笑的是要修冷气，修冷气要请半天假，每隔几周就会听到他说要修冷气。对，家里不同的那个电器又会坏掉。可是我们都会觉得这是种默契，因为就是大家有时候都会有想要休息的时候。那你们会询问对方吗？不会，这也是一个默契吧？对，你也不要问我，我也不要问你，大家都休息嘛，对不对？休息是好事啊。接下来就让出社会多年的姐姐来教教你各位，什么才是最强的请假理由。上次请假是什么时候？今天请假。你今天用什么理由请假？家里有事。你是真的家里有事吗？没有啊，家里有事啊，他是我的家友，我像他的家人一样，对啊，所以我有事情要吃饭，所以要一起出。那就是家里有事。对。请假8字真言：若要无事，家里有事。还不是家庭主妇的时候，你是做哪个类型？我是在外商银行。那你那时候有遇过那种请假的压力吗？没有。在外商来讲，他觉得请假是很正常，这是你的权利。我们都会有一个代理人，我们会被强制要休假，因为在银行端，他希望你休一段时间，他可以去找你有没有做一些什么弊端。当你待久了一个位置，你可能会做一些手脚。那最近有跟小孩有什么烦恼还是什么之类的？烦恼一直都有啊，就零用钱不够啊。他跟我说，妈妈，那个我现在零用钱不太够，我可不可以再增加一点？好，那你为什么不太够啊？我先 KYC 他为什么不够，然后再跟他说好啊，那现在通货膨胀那个所以我就给你调多少钱。这位饶舌男子以前在美国工作，那你懂台湾人的上班族的苦吗？有，我有听我朋友在那边怎么抱怨，因为我女朋友她是当一个公司老板的特助，感觉好像就要随时待命那种，有时候半夜老板就会突然一个简讯过来，然后如果不小心点到了，然后就要马上开始处理那样，感觉很没有休息时间。就在美国休息就是休息，就可以完全不用理公司的事。我们那边就是请假可以口头上这样讲一讲就好，就可以不用弄到病假、事假什么的。那你都讲什么？身体不舒服。然后老板就说那在家休息1天。那会扣薪水吗？也不会。哇，那你是真的不舒服吗？不一定啊。即使如此，他还是选择了离职。工作环境有点太累，那时候班表就是1到4，然后一天12个小时，然后我又上晚班，下午5点到隔天凌晨5点，就然后都在那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对啊，蛮硬的。但是我觉得你是领时薪吗？不是，我领算月薪吧。我是可以方便知道吗？还是这个也没有很多，大概5000块美金。无独有偶，遇到了另外一位从美国回来台湾当兵的男子。大家请假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点就是顾虑。我不知道美国那边会不会？不会，大家感觉都蛮不要脸的。就是想请就请啊，可能你早上还见得到人，然后下午这个人就突然消失了。可能跟老板说一下，我今天下午想放个假，就是他说我可能家里有点事。来，对我念一改。若要无事，家里有事。如果未来你真的工作了，因为想要婚假，然后跑去结婚，不会，可能在当兵的时候会，现在不会。就是看着同梯的时候，你要不要嫁给我？你们该不会真的有同梯的是这样？之前是在抖音上面看到有人这样尝试，但是被抓到，2个人是本来也就没有恋爱关系啊，就只是说我想放假，我们去结个婚，但是被抓到了，被长官发现了，我不知道，好像上去吃法庭了吧？在台湾，女性每个月能够有1天的生理假，男性是否会羡慕女性有生理假呢？不会啊，因为他有跟我解释过。其实我那个来都
很不舒服，下腹那边就是真的很痛，然后重点是它有7天哎，所以我就觉得看真的不行，好痛的感觉，而且要痛7天哎。你并不会羡慕说哦，女生有生理假好好哦。不会，我觉得你们赶快去请假好了，我不觉得你们应该快死掉，你们还活着是很厉害了。你有没有请过生理假？生理假有啊，我前一个公司没请过，因为没有人在请，然后我也不敢请。所以你要请假前，你会先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请过这个假。对啊，我就怕请了会被骂哎。那个你想说你当第一个请生理假的人呢？可能 KPI 会被扣到底吧，我真的不敢哎。后来我们发现他身上穿的是汉服。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真的把汉服当日常服，我觉得很日常啊。所以蛮好奇你穿汉服，那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装扮吗？蛮好奇你装扮起来是什么样子。很漂亮。哦，拍得到吗？好，专业。哦，哎，真的哎，蛮有气势哎，很漂亮。出来，很漂亮，很漂亮。好，叫我讲出这句话。就喜欢你这么执着。除了生理假，育婴假也是不少人不敢请好请满的假期。那你老婆她也有工作？她原本是在公家机关上班，那时候就有请育婴假，没错，2年还3年吧。对啊。那你觉得这样够用吗？育婴假？其实不太够用啊，还不够吗？育婴假只有前半年有6成薪，那后半年呢？就没有啦。没有薪水？没有啊。但是一般人好像不会把它请满吧，因为怕会被公司其他人取代啊。大家都不会请到那么长啊，可能就是了不起半年请完啊，有些人搞不好还请1个月，做个月子就回去上班。2022年全球生育率急速崩跌，生小孩好累，养小孩更累。根据网站调查，留职停薪、复职、男性成为育婴假的热门关键字。那你知道男生也可以请育婴假吗？男生有育婴假吗？啊，小孩不是你的哦。我以为只有男生或只有1个可以请。就是正常来说，一个带小孩，那另外一个出去工作吗？对啊，所以不是同时请啊，你老婆休完换你休啊，不然你让她累死哦。哦，好像也是哈。生小孩在你的人生中是有可能的吗？我昨天还在看冻卵的一些资讯。你在看冻卵了？好，但我不想生啊。如果给我很好的条件，我还是不会生。那你干嘛冻卵？如果遇到什么有钱人，然后有生儿子的压力啊。哦，你想得很远呢。但其实根据现行的法规，育婴假男女都可以请，并且2021年7月起，前6个月还可以领投保薪资的8成薪哦。2位都有小孩吗？我有2个，是的。有用那个你们的育婴假吗？我好想再生一个了。再拼一下。因为我的2个小孩已经很大了，所以要取得他们的同意。但是真的非常想要再生一个。为什么你要生小孩要取得你小孩的同意？因为他们已经是大3大4了啊，不想让他们照顾小孩。但是我真心怎么会是自己小孩的照顾啊？你以前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哪些男生想要请孕假结果被刁难的事情啊？如果以我自身来讲，我会充分鼓励啊，有一个人以后帮忙养国家，我们这些老人家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应该要鼓励嘛。他会感叹生不逢时是有原因的。因为身为辉林药品的员工，父母皆可以申请26周的全薪育婴假，连冻卵跟试管婴儿都有补助。在网络温度计的10大育婴假企业排名高居第1，可以说是全台湾最鼓励员工生小孩的公司啦。你是正在请吗？还是？我正在请，然后今天回公司拿东西，明年会回来，就请完1年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请4个月，然后目前是先回来工作。所以你已经就是孕假结束了。对，算是结束。听到隔壁的同事他请了1年，会不会有点羡慕？我还可以慢慢请。我们公司给的半年那个全薪可以分2次，所以我先请4个月。身边有些朋友也是生完2个月，还想继续休，但是又不好意思，然后就索性就直接离职。对，因为我朋友也是生完小孩，然后请完56天，也只能离职，然后离职到现在就是还没有找到工作。那所以你们公司的孕假的它比一般好是好在哪里？他给全薪耶。因为你说有些公司投保，他可能投的比较低。对，然后可能其他是用什么加几上去？对，所以这样其实算一算，其实可能差很多。劳健保最高的集聚好像也是48000多吧？你就想48000多的8成，4万多。在请孕假的时候，你们会关心公司的事情吗？希望自己还是保有一些就是跟社会的连接。所以就是同事在群组聊八卦的时候，你们也会看一下，哎呀，加入一下这样，就是稍微看一下。所以有什么八卦？没有啦，没有。但是，就在家顾小孩比较累，还是来上班比较累？我觉得来上班比较开心。你上班你可以接触到很多人，然后每天往外跑。可是你请育婴假，你只会在家，然后就是当一个乳牛，每天就是挤奶喂小孩，挤奶喂小孩，然后你根本就不会出去。你看我们今天在外面有阳光多舒服啊，阳光明媚这样。我就是有计划性的断奶。
就跟我小孩说，你没有奶喝了，你就喝配方奶咯。那样子就不会再分泌。不会，所以可以自我意识控制。可以，你要他流他就流，你要他停他就停。这么厉害！伸缩自如。最后，你各位觉得自己很惨的，应该都没有这2位刚离职的护理师惨。7月底辞职之前，你们最后一次请假是什么时候？我没有请，我也没有请过假，因为我们就责任制，就是你如果请假，你要找别人来带你的班。所以对你们来说，请假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情。对啊，没有死都要去上班。如果你们今天真的要请假的时候，你们心理压力会很大。会啊，你可能还要请客同事，就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们，造成困扰这样。而他还不止不敢请病假跟特休。那时候丧假没有请啊，你丧假没请我是特地直接丧礼是排在我休假的时候啊，我是直接跟他们讲说，我丧礼大概会是哪一天，我要换那一天，然后让我们家丧礼就直接办那一天，所以我丧假都没有用掉。那你这样心里不会很怄吗？那时候没有人啊，没有人力，所以我因为这件事到现在还被说。被谁？你说？被亲戚说。麦个讲啊，我的目屎都没流落来啊。是有听过学姐就是请假，事后回来可能护理长就会说，你知道你这样请假造成我们还要从别的单位就是移过来，会觉得你这样造成大家的困扰，下次要提早讲啊。我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我看过打点滴上班的。所以你们已经习惯了这件事情吗？对啊，所以我们就离职了。我也是绝对会转行的，应该什么都不用做，都会比护理好吧？至少你不用背负人命啊。对啊，你要对待的并不是人命，你只要应付上司就好了。对啊。他们对于请假还有件觉得不合理的事。我觉得应该不可以说病假要半薪耶，因为我是因为工作才生病的啊。我还去看自律神经失调。你因为上班才跑出来的毛病。对啊，因为我辞职之后就没有了。不负责任结论，辞职治百病。但如果你想要生小孩，可以考虑去辉林。太 original。